受伊朗空袭以色列影响，美军援真的来了。俄罗斯花钱开路，鼓动青壮年上战场赴死。乌军总司令神预测乌东即将大战，俄军接到死命令，要在5月9日前攻克恰索夫亚尔。下面请看详细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了伊朗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以色列的行为，并表示乌克兰同以色列一样，需要盟友帮助抵御来自空中的威胁。对此，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拜登和国会领导人在4月14日的电话会议上达成共识，包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内的所有领导人都一致认为，我们必须帮助以色列和乌克兰。此外，美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麦克特纳预计，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方案将于本周进行投票，并将以压倒性优势多数通过。可见迟迟未到的美军援这回是真的要来了。本月14日，伊朗发射数以百计的导弹、无人机空袭以色列，绝大多数遭以军和盟友的拦截。据悉，其中驻防于以色列近海的2艘美军伯克级神盾驱逐舰当日发射4到7枚标准3型防空导弹，成功拦截伊朗弹道导弹，创下标准3自服役迄今20年来首次实战纪录，充分体现了其在防止区域情势失控时的力量。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于4月12日宣布，已授予 MSI 防御解决方案公司一份固定价格合同，用于购买5套 EAGLS 反无人机系统，其中还包括各种辅助项目和培训支持。据悉，该系统使用激光制导的70毫米火箭弹作为飞行器，以帮助保卫驻中东美军。毕竟如今在中东地区，美军受到的无人机空中威胁正急速增大。4月15日，俄罗斯国防部发文表示，莫斯科军区总部举行隆重仪式。据视频显示，现场有乌拉尔商界代表为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摧毁乌军豹2坦克的每位俄军士兵授予面值50万卢布的奖金荣誉证书和珍贵礼品，都说无奸不商。这次俄罗斯展现的淋漓尽致。此次50万卢布的悬赏活动早在2023年初欧美开始援助乌克兰坦克时就已经开始。据了解，当时俄罗斯一知名化学品制造商 Fris 发布悬赏声明称，凡是摧毁或缴获德式豹2或是美制 M1 主战坦克的俄军士兵都将获得金钱奖励。俄军士兵首次击毁、缴获上述坦克就可以获得500万卢布，此类其余战利品则为50万卢布。此外，针对 F-16 的援乌计划，该公司也有安排，即给予击落第一架上述战机的士兵1500万卢布的奖励。俄罗斯为什么这么做？是走投无路，决定用金钱刺激士兵积极性了吗？若是从客观角度来说，俄罗斯这种悬赏活动对于企业、国家、士兵三方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属于一种共赢的手段。如企业可获得爱国标签，广告效果直接拉满，相对于悬赏金额而言，企业稳赚不赔。对于国家，这种民间激励手段也值得鼓励，会让俄罗斯境内舆论偏向于对俄入侵行动的支持。甚至火力军敢说，这背后一定有莫斯科在背后示意，企业才发布的悬赏。毕竟民众不会在意真相，他们更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最后呢，就是士兵，本身参与战斗就是士兵们的职责所在，现在突然多出一笔额外收入，他们自然愿意看到。只是50万卢布很多吗？火力军怎么感觉这还不如此前大闹莫斯科的那批人的报酬呢？据其中一名嫌疑人交代，其报酬就高达100万卢布。那俄罗斯是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用这种手段的？火力军个人觉得一定程度上是的。为验证部队训练成效，台湾3个战区防空部队进驻屏东九鹏基地后，执行神功操演任务，将试射雷霆2000火箭、地狱火、响尾蛇等导弹，即便是最新的陆射型天剑2防空导弹，也首度进行了实弹射击，且均命中目标，展现官兵勤训成果及系统优异拦截性能。美国空军于2024年4月15日宣布，其将在今年夏天接收首批配备先进电子战系统的 F-15E 攻击鹰。先进电子战系统指的是 EAGLE 被动主动预警和生存系统，其由 BAE 系统公司开发，其能提供360度战场视图，并通过其先进的雷达探测和地理定位功能，增强态势感知能力，即使在信号饱和的环境中，也能确保任务成功。它还可与有源电子扫描雷达互操作，并集成 AN-ALE47 对抗分配系统，可以提高对现代综合防空系统的穿透力，同时提供快速响应能力和全面的机组人员保护。
从俄罗斯官方发布的赴乌打仗的俄军工资收入文件来看，俄军一名普通合同兵在前线的月薪为 20.4 万卢布，即 2176.68 美元，直接相当于入伍1年美军士兵的基础月薪。据了解，美军士兵的基本工资根据服役年限和军衔分为 E1 到 E9 9个级别。2023年的美军刚入伍的薪水是1695美元每个月，入伍1年后会涨到2259美元。等到服役第3年的时候，薪水会提升到 E5 级别，每个月有2730美元的基本工资，而且其还会随着服役年限逐年递增。除基本工资之外，美军还有包括住房、生活、服装等各类津贴，以及一些特殊工资，如潜水员、海员、恶劣地区服役、懂外语、参战、指挥员等都有额外的补贴。而这些额外津贴和补贴会占到美军工资内很大的比重。这是一个美军工资的计算器，里面是E5级别的工资，服役4年的，加上洛杉矶的住房津贴、家庭分离津贴、生活津贴的一个总和。没有计算特殊工资，每个士兵每个月都可领到7292美元的工资，每年是87505美元。虽然俄军一名合同兵的月薪比不过美军士兵的待遇，但也远超普通和精英阶段俄罗斯人的收入。只有那些富裕阶层的俄罗斯人才能月收入20万卢布以上。而如此高的薪资水准，目的只有一个，吸引俄罗斯青年参军，即俄军的买命钱。高薪资也代表着高风险。俄军之所以会将士兵分为义务兵和合同兵，就是为了将责任区分开来。像俄军义务兵月收入只有2000到4000卢布，属于俄罗斯国内正常收入水准，但他们有权利拒绝服务参战，即便是普京也不能擅自调动他们去境外参战。而合同兵虽然有高薪，但往往会承担跨境作战任务，其训练强度也高于义务兵。此前服务俄军因缺乏机动部队，俄罗斯就下令征召30万新兵，其中大多都是合同兵，而且在完成征召后，当即就有3万多合同兵奔赴乌克兰战场。如今俄军2024年的动员又开始了，但由于俄罗斯新一代青年的参军热情普遍不高，他们不想做侵略者，大多拒绝参加。加上随着俄乌战场的战斗强度的提高，以及纵深开始拉长，俄军想要控制占领区，在兵力上已经捉襟见肘。思来想去，俄军只有通过高薪资加悬赏，用金钱来刺激他们的方式，才能进一步吸引青年参军，这才有了开头颁发悬赏奖励的这出大戏。只不过俄军这买命钱过于廉价，一个月几千块，你玩什么命啊？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俄罗斯财政真的有能力承担如此巨大的经济负担吗？按照上述俄薪资文件那样，普通合同兵月薪 20.4 万卢布，外加8000卢布的每月补贴，以及25万卢布的合同签约费。如果合同兵阵亡的话，家属还能得到一大笔的抚恤金，并享有烈士荣誉及待遇。虽然我们不清楚有多少俄合同兵已在俄乌战场受伤或阵亡，但可以确定的是，俄罗斯政府早已经开始拖欠薪水。如此前网络上就频繁爆出许多参战俄军及瓦格纳士兵战斗到死都没能拿到工资，可见俄财政部可能已经被掏空了。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13日曾在社交媒体上预测称，乌东部前线局势即将恶化。俄总统大选后，俄军加强了该地攻势，加上当下天气温暖干燥，使得俄军装甲坦克可以大规模进入大部分开阔区域展开行动。瑟尔斯基表示，乌军需要利用更多高科技武器来取得技术优势，为夺取战场战略主动权创造条件。到了15日时，瑟尔斯基再次表示，俄军接到命令，需要在5月9日之前控制顿涅茨克州的恰索夫亚尔。恰索夫亚尔将是此次乌东大战的爆发点。对此，俄罗斯和欧美暂无回应。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官方信源报道称，俄军在恰索夫亚尔取得了突破，在运河危区突出部南北推进，已将战线慢慢拉平。为什么是5月9日呢？第一，5月9日是俄罗斯红场阅兵日，对俄罗斯而言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能在此之前成功夺取恰索夫亚尔，势必将极大提振俄军和俄社会对赢得这场战争的信心，并降低2024年的动员难度，沉重打击乌克兰和欧美国家。毕竟5月21日，乌总统泽连斯基的任期将到期，俄军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来制造麻烦。第二，从战场上看，恰索夫亚尔的地理位置对如今的乌军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丢失，将导致顿涅茨克州北部4大要塞城市直面俄军兵锋，届时战场形势将十分危急。
从这2个层面来讲，俄军必然会有所动作，乌总司令有此忧虑也很正常。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俄乌双方媒体对恰索菲亚尔战事的分析。先是乌克兰一方，乌新闻网站认为，虽然俄军已经在恰索菲亚尔郊区作战，但想要在5月9日前占领并控制这座堡垒城市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地是乌军在顿涅茨克地区整个北部的防御中心。尽管乌军在该方向上总体军事形势很困难，但从俄军的推进速度来看，短期内也无法达成目标。乌独立新闻社分析到，俄军正通过进攻来迫使乌军在战场上重新分散防御资源，如当前俄军至少在红利曼、波克罗夫斯克、恰索菲亚尔3个方向展开了进攻行动。这些进攻行动相互之间并不存在互相支持，且没有共同战略目标，属于广撒网战术。俄军可能只是期望在其中某个方向取得重要突破。目前乌军因军援不到位，被俄军抓住机会，采取多种攻势来削弱乌军防御。对此，乌新闻网认为，今年夏季可能是一个重要节点，俄军很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开展大规模进攻，以突破乌军防御弱点，将战线继续向西推进。另一方面，俄新闻网认为，俄军目前在战场掌握主动权，而乌军因军援问题将丢失很多战略要地。即便乌总统泽连斯基接受采访时宣称，乌已经制定新的反攻计划，但这仍需要武器援助。如果军援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乌军可能面临失败。在此基础上，俄新闻网补充道，面对军援困境，乌军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将着力提升远程对俄打击手段，继续利用无人机、电子战设备和阵地防御攻势拖延，消耗俄军，并加强袭击俄后方电邮基础设施、后勤基地等，以干扰和削弱俄支持作战的能力。由此可见，恰索菲亚尔之战的关键仍在于欧美的军援。若是军援到位，俄军想要在5月9日前拿下恰索菲亚尔将十分困难，反之乌军将面临失败。不过结合视频开头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方案投票结果的预测，美国及欧洲多国已经摆出绝不接受乌克兰崩盘，甚至不惜冒着与俄开战的巨大风险的态度，所以接下来的战场优势大概率会偏向乌克兰一方。首先是北部战线传来了好消息，俄军已经多日未在库皮扬斯克和莱曼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几个月的疯狂进攻，俄军一无所获，其在库皮扬斯克和莱曼方向的行动已经可以宣告失败。乌军成功阻止了俄军占领哈尔科夫的辛基夫卡和顿涅茨克的特尔尼，俄军白白牺牲了数千名士兵和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且无法渡过奥斯基尔河到达库皮扬斯克，甚至无法越过泽列别茨河这道较小的屏障到达莱曼。其次呢，在第聂伯河前线，俄军基于新技术研制的新一代山毛隼 BUK-M3 导弹系统在安东尼夫卡附近被摧毁。此前有消息称，乌军昨天又拿下了一个村子，不过尚未得到证实。最后在克里米亚方向，乌军似乎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空袭，克里米亚再次拉响空袭警报，克什大桥被迫关闭。俄频道报道称，导弹正向克里米亚飞去，克里米亚北部的战科1检查站也暂时关闭，克赤海峡附近防空系统激活，俄塔甘罗格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和福尔诺瓦哈也宣布存在导弹危险。塞瓦斯托波尔市哥萨克湾燃起了熊熊烈火，原因未明，那里是俄罗斯黑海舰队海军陆战队的基地，目前暂无最新信息流露。目前，丹麦、挪威和荷兰3国准备向乌克兰转让65架 F-16AB 战机，且相关转让已获得美国批准。其中，丹麦将转让6架 F-16 Block 10、13架 F-16 Block 15，以及额外的发动机和支持设备。荷兰将转让24架 F-16 Block 10、15，挪威则将转让22架 F-16 Block 10、15。在 F-16 武器方面，荷兰在3月份表示会耗资 1.5 亿美元为乌克兰购买 F-16 专用的导弹。挪威呢也不甘示弱。4月15日，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称，挪威外长埃斯彭·巴特艾德在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的联合简报会上强调称，挪威承诺向乌克兰转让 F-16，并将为其配备最新武器，使其能够远程攻击打击前线后方。目前，乌克兰有3个飞行小组在接受 F-16 飞行训练，2个小组在丹麦和美国，1个小组在法国、英国训练。预计6月之后，至少会有4架 F-16 参与战斗。届时 F-16 加爱国者等武器组合，将保证乌军拥有争夺制空权的能力，有助于赢得最后的胜利。
美国海军宣布，其 FA-18EF 超级大黄蜂将配备第2代小直径炸弹。这款由美国空军主导研发的先进武器，已于去年10月具备早期作战能力。其将赋予超级大黄蜂在恶劣天气下打击移动目标的能力，并增强其在动态战场环境下的作战效能。SDB-2 也称为 GBU-53B 风暴破坏者，是一种空射精准导引武器，可用于攻击移动和固定目标。它具备3种导引模式，结合红外线成像和毫米波雷达，能够穿透雾、烟和雨等恶劣天气条件，实现全天候精准打击。同时 SDB-2 还具有双向数据链通讯能力，可以在飞行途中接收更新的目标信息，使得空战或地面控制人员能够在飞行过程中调整目标，增强武器灵活性与适应性。其射程据悉可达110公里，这意味着超级大黄蜂今后可于敌防空系统射程外发射 SDB-2， 有效降低了自身风险，同时提高了攻击有效性。当然 SDB-2 也并非超级大黄蜂的专属，今后其还将在美国空军的 F-15E、F-16CD 以及 F-35等战机上兼容部署。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于美军援乌克兰的投票结果，以及接下来的恰索夫亚尔乌东大战的结果是什么预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